乔乔，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们。程琦现在是海芬的高管，你一个破产户的女儿，不仅帮不了她，还只会拖她后腿。7年，裴程琦，我为你放弃保研，打3份工供你上学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这50万算买断你这7年的青春，拿着钱，以后别再纠缠。我和依云下个月就要结婚。裴程琦，这7年就当我喂了狗，50万留着给你们买棺材了。左雨往里站，别挡道。你有户口本吗？有啊。敢不敢跟我去领证？我1分钱彩礼不要。从今天起，你搬去我那儿住，不用再睡地下室了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沈董，京圈那边都在等您回去主持大局。告诉他们，首富我不当了，我现在是个吃软饭的修车工。这是我爸妈留下的唯一遗物，虽然不值钱，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婚戒了。你不嫌我穷？只要你全心对我，我养你。楚乔乔，你死鬼爹妈留的遗产，赶紧交出来！楚家的钱轮不到你个外人吞。当年我爸妈破产，你们一毛不拔，连葬礼都不来。现在知道有钱了，跑来抢吗？滚出去！放开我！臭你，跟裴少分了手，你还装什么清高？今天不把存折交出来，老子弄死你！剁了，手腕要剁了！给我滚开！修车的小白脸敢打人，老子杀了你！我陈小新！臭小子，我记住你了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傻吗？为什么不躲？我要是躲了，刀划伤的就是你。装什么死呢？今晚海丰建设的裴总和傅大小姐点名让你去盛科酒店倒酒。老主管，我今天请假了。今晚你要是不来，明天就卷铺盖滚蛋！瞎了眼吗？还不过去给钱总敬酒？这可是海丰的大客户。钱总，我敬。结过婚的少妇才更有味道嘛！今晚跟我走，你公司明年的合同我全包了。乔乔，你那修车的老公1个月才赚几个钱？伺候好钱总，抵得上他修一辈子的破车呢。乔乔，认清现实吧，社会不是你装清高的地方。装什么清高？得罪了海丰，你在临城寸步难行。今晚只要你乖乖听话。魏鹏飞，你让我恶心，这份工作我不干了。霍晨，我被开除了。没关系，我修车养你。
通知京圈全面封杀星城建筑。至于盛德酒店，明天日出前，我要它改姓石。楚乔乔那个不识抬举的，滚了最好。以后海丰的单子全是你的。沈董有令，全行业全面封杀星城建筑，海丰的项目全部收回。乔特助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长了狗眼，得罪了这辈子绝对惹不起的人。10分钟内，公司清算查封。乔乔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逼你陪酒，求求你回去上班吧。没有你出面，我全家都要睡大街了。魏鹏飞，我昨天就说过，我已经辞职了，你的死活与我无关。离我太太远点，滚！程琦，我就说跟来看看这贱人的下场，果然魏鹏飞去找他了。哼，他一个失业的破落户，装什么装？楚乔乔现在连魏鹏飞都不放在眼里了。程琦，今晚的同学聚会你必须去，我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把他和他那个修车工老公的脸皮狠狠扒下来，踩在脚底。小姐，您真有眼光，这款车空间大，性价比很高，适合家用。需要我给您详细介绍一下吗？好啊，麻烦您了。哟，这不是乔乔吗？你那个修车工老公修了一辈子破车，连个汽车方向盘都买不起吗？薄尘是吧？海丰的保安部还缺个人，看在乔乔的面子上，你可以来上班。让开，好狗不挡道。你一个底层废物，横什么？这台150万的保时捷就在这儿，你买得起一个轮胎吗？哼，买不买得起要你管。喂，今天我们将有一位幸运观众，他会是谁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答案即将揭晓。恭喜这位美丽的女士，您扫码参与了我们的免费抽奖，中了全场唯一特等奖，这辆150万的保时捷直接开走。看来我老婆的运气比某些靠男人的寄生虫好太多了。杀人啦！亲侄女开豪车撞亲大伯啦！快来看，他抢了500万买保时捷，这不肯出钱给我老公治绝症啊，没有天理啊！怎么又来这套？急性肠胃炎也叫绝症。原来是骗子，我要记清楚。再敢出现在乔乔面前，下次刹车我保证会失灵。程琦升职了，今天全场消费我们包了。恭喜裴总！同学们，这是我结婚的喜糖，一点心意而已。哎呀，手滑了！乔乔，你那个修车工老公怎么没来？是怕他一身机油味儿脏了我们盛德酒店的波斯地毯吗？老婆，我来晚了。
程琦，你面子真大，连盛德的总经理都亲自来敬酒了。这罗曼尼康帝得上百万吧？楚乔乔，你和修车工要不是今天我们程琦的面子，恐怕你们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是罗曼尼康帝吧？裴总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喝这酒？这酒是我们顶层大老板专门吩咐送给这位沈先生的。居然是一个修车工具人！总经理，你疯了吧？他就是个在街边修电动车的臭底层，怎么可能买得起？修车工怎么了？沈先生的手艺出神入化。前天我们大老板几千万的绝版古董跑车在暴雨中抛锚，全临城没人会修，是沈先生一己之力修好的。大老板发话了，沈先生就是他的恩人。好的，乔特助，我记住了。不就是瞎猫碰死耗子修了个破车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算送了他上百万的酒，他也喝不出好坏。乔乔，这酒你想怎么喝？刚才傅大小姐不是说怕我老公的机油味儿脏了你们波斯地毯吗？懂了。脏了的地毯用这瓶酒洗，够傅大小姐的面子吗？不够，再拿10瓶来。是，马上去拿。楚乔乔，你个贱人敢羞辱我！程琦，你快叫保安把他们打出去啊！保安，保安在哪里？副董，您找我。裴成基这个混蛋，你到底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人？璀璨集团刚刚下达了全面封杀海丰的命令，海丰马上就要破产了。程琦，我爸打来的，是不是叫你把这修车工抓起来？贱人，闭嘴！都是你整天在外面炫耀惹事。你爸说，海丰破产了，我们全完了。不可能，海丰怎么会破产？你打我！裴成基个倒插门的废物敢打我！国臣，这场戏太臭了，我不想看了。好，老婆，我们回家。乔乔，乔乔，我错了，是傅议员勾引我的，你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再敢直呼我太太的名字，我割掉你的舌头。海丰倒了，整个临城建筑界大洗牌。今天我要去投简历，自己干出一番事业。等我以后赚了大钱，买真钻戒给你戴。好，我等着沈太太包养我。小宋，听着，三爷，海丰和星城已经清理干净了，接下来临城那个千亿的别墅群项目给谁做？去注册一家新公司，把这个1000亿项目连同整个临城的地皮全部转到楚乔乔名下。三爷，您这是直接把太太捧成临城首富啊！我的女人配得上这世上最好的一切。你好，我来应聘高级建筑设计师。哟，高级建筑设计师，凭你？我凭专业能力面试，与你无关。我现在可是这里的副主管，你想进这道门，得我点头。跟我进来吧。王总监，这就是楚乔乔，私生活混乱，还得罪过大客户，行业名声都臭了。我们这可是手握临城1000亿项目的新财团，你这种从倒闭破公司出来的垃圾也配投简历？马上滚，别脏了我们公司新买的意大利地毯。连求职者的作品都不看，这样的格局，看来这所谓的100亿大财团也不过是个藏污纳垢的草台班子。这样的公司，请我来我都不来。你还敢顶嘴？保安，把他轰出去！我看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。曹特助，这有个疯女人闹事儿，我正清理呢。楚总，属下来迟，让您受惊了。乔特助，您绝对认错人了，她老公就是个修车的底层废物，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楚女士，我们海外的神秘大股东看中了您当年获得全国金奖的星辰设计底稿，
大股东买下整个临城的盘子，指明由您的设计理念来主导。这份是给您的技术入股及最高代持管理协议，在临城，您就是大股东的全权代言人。副董，我瞎了眼，求您原谅我。刚才王总监说我这种垃圾不配进门。乔宋，传我的第1道董事长令，把王伟和吴应荣立刻开除，全行业封杀。是。保安，把这2件垃圾扔出去，不许他们带走1张纸。楚乔乔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放手！乔乔，面试还顺利吗？博晨，你敢信吗？有个海外神秘大老板看中了我当年的设计底稿，把千亿项目交给我代持管理了。我真的要暴富了，以后我养你。是吗？那沈太太晚上可要请我吃大餐。老爷子，博晨，听说你把临城的地皮送给了一个底层的破落户女人，今晚8点滚回京城见我，否则那个叫楚乔乔的女人活不到明天太阳升起。博晨，我刚加完班，马上下地库了。你们是谁？要你命的人！下辈子别碰不该碰的男人。博晨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们有刀！来接我老婆下班。博晨，大姐身后！博晨，你一定要挺住，答应我，你不许有事，听到了吗？滚回去！谁再敢动我老婆，老子就算赔上性命，也拉你们全家陪葬！你怎么这么傻？你就是个修车的，拼什么命啊？我马上打120。别哭，我说过，我这条命都是你的。我不许你死，你听见没有？老太爷，任务失败了。几个废物，连个临城的底层女人都杀不掉。老太爷，那个修车工，他是三少爷，为了护那个女人，三少爷连命都不要了，硬接了我们一刀啊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全完蛋了！伤口太深，必须缝合，但急诊没麻药了，去吊需要半个小时。直接缝。你是不是傻？为了一个破落户的女人，值得吗？我的女人，拿命换都值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去缴费。三爷，京城那边老太爷发话了，既然您舍不得他死，那他就亲自让楚小姐看看什么是云泥之别。他想怎么玩，老太爷动用了京城总部的权限，3天内让他破产，背上100亿债务，逼您回去求他。
楚董，惊不惊喜？保安，谁放这条狗进来的？海丰破产了，但我裴成奇命好，被京城来的顶级资本看中。楚乔乔，你以为靠着海外神秘大股东的狗屎运就能当上首富？京城的大人物发话了，只要你把千亿项目转让给我背后的公司，再当众给我赔罪认错，不放你一条生。我楚乔乔就是去要饭，也不会把项目交给你这种人渣。滚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今晚8点万豪酒会，你要是不拿着合同来求我，明天一早资金链断裂，你就等着背上100亿债务去坐牢吧。李行长，我们璀璨星辰的项目是稳赚不赔的，只要您批那50亿的贷款。哎呦，楚董，您可别害我！你这个项目大家都知道已经是个烂摊子了，谁还敢把钱借给你？楚董，求人不如求我呀！想让我给你留条活路也行，把这瓶白酒一口气吹了，然后祈求我原谅。看在你免费服侍过我7年的份上，我就放你一马。裴成奇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三爷，老太爷的人纵容裴成奇，在万豪酒会设局逼迫太太。太太现在被全林城的资本孤立，他们逼他喝一整瓶高度白酒。备车！我要让林城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知道，谁才是这里的天。装什么清高？给我跪下去！滚开！放手！你个修破车的，这里是你该……谁敢碰我老婆，我绝不留情！保安，快把这暴徒抓起来！楚乔乔纵容这废物打人，绝不能给他贷款。谁说不给他贷款？楚董，海外大股东亲自下达指令，调拨1000亿现金打入您公司账户，我行连夜为您办理无限制提款特权。什么？清盘？这怎么可能？是，明白。行长，怎么回事？楚乔乔，你背后的海外大股东刚刚被京城的一股恐怖资本瞬间聚集清盘了，大股东自身难保，所有资金全被冻结撤回。你的公司完了，公司也被大股东宣布破产了。楚小姐，大股东已经倒了，从现在起，林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慕用你，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敢借给你1分钱，这就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的下场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有些人生来就是天上的云，有些人哪怕拼尽全力，也只能是地上的泥。林城的水深深着呢。你们干什么？这车是我中奖得来的。楚小姐，非常抱歉，赞助商昨晚紧急撤资，您抽中的特等奖只是5年使用权，现在资产被查封，这辆车我们必须立刻收回。什么叫违约不租了？我的东西还在里面。喂，乔乔，喝点热的。伯辰，对不起，我想离开这里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去哪都可以，大不了我养你。不，我绝不认输。既然林城的资本想封杀我，我就跳出林城。
京都建筑界的泰斗王教授刚才给我发邮件了。王教授，他看中了我的星辰设计图，邀请我去京都参加一个国家级项目的助理选拔。只要选上，我就能在建筑界站稳脚跟了。林城容不下我们，我们就去京都，总有我们的天地。好，我陪你去。正好以前一起修车的铁哥们儿现在在京都当保安队长，他也能帮我找个工作。我们去京都从头开始。沈少，这制服您穿着还合身吗？乔特助交代了，这栋楼现在是您的产业。从现在起叫我陈哥，我只是个刚来京都的修车工。是，陈哥。乔乔，在这个新战场，我会在暗处为你扫平一切障碍。你好，我来参加王教授的国家级项目助理选拔，这是我的资料。好的，楚小姐。哎呦，这不是林城那个丧家之犬吗？怎么讨饭讨到京都来了？傅逸云，怎么又是你？海丰是破产了，但我傅逸云命好，我现在可是京都旭阳建筑的首席设计师，二少爷沈博文亲自提拔的。你一个背着林城烂摊子跑路的穷光蛋，也配跟我竞争这个项目？能不能竞争，靠的是硬实力，不是靠你那张只会攀附权贵的嘴。找死！保安，把这个没有邀请函的女人轰出去！住手！谁敢赶我的客人？王老，您怎么亲自出来了？这个女人是个骗子，她在林城名声都臭了。你就是楚乔乔，你的星辰设计图我看过，极具灵气。谢谢王教授赏识。傅小姐，旭阳建筑确实是大公司，但我的选拔只看作品。今晚在鼎盛公馆有场晚宴，建筑界的名流都会到场，你一定要参加啊！谢谢王教授，我一定去。楚乔乔，今晚到了鼎盛公馆，我会让你身败名裂。陈哥，嫂子今晚去鼎盛公馆参加晚宴了，那可是京都顶级会所，傅逸云的女人也去了。鼎盛公馆，那是旭阳建筑的产业，二哥的地盘。要不要我通知乔特助去控场？不用，给我找一套服务生的衣服，敢动我的人，我亲自去捏碎他。乔乔，刚才在协会是我态度不好，既然王教授这么看重你，我敬你一杯，就当赔罪了。抱歉，我酒精过敏。楚小姐，副总可是旭阳建筑的人，连这点面子都没有。王教授的项目可是需要我们旭阳点头投资的。好啊。酒喝完了，失陪，我去下洗手间。王总，药效3分钟内就会发作，今天晚上他就是你的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疼爱这位天才设计师的。傅逸云，旭阳建筑，真当我楚乔乔是好欺负的吗？楚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楚小姐，不怕死你就滚进来。沈少，夫人被逼进了3楼走廊尽头的洗手间，那个姓黄的投资人正在撞门。3分钟内，我要这个姓黄的在京都除名。楚小姐，不要怕嘛。你别过来。别怕，
我是来帮你的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药劲上来了吧？乖乖的，别反抗了。你给我滚开！都这样了还嘴硬，放心，我会好好疼你的。救命！对不起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你个端盘子的敢打我！我是旭阳建筑的。也不知道黄总得手了没？醒了，昨晚你在洗手间晕倒了，正好我在那边做兼职保安，就把你带回来了。那个黄总，他自己喝多了，别管他了，喝点粥。这不是普通的袖扣，这是京都顶级财阀才能定制的孤品。昨天只有他接触过我。沈伯辰，难道？伯辰，这枚袖扣为什么会在我的口袋里？哦，这个啊，昨晚你在洗手间晕倒，我抱你的时候从那个黄总身上掉下来的，我看着像个值钱货，就顺手塞你口袋里了。黄总的，可这做工……乔乔，那是鼎盛公馆，来往的都是暴发户，这估计是哪个高仿 A 货。我本来想着拿去当铺换些钱，给你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。以后别拿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，快换衣服。今天是我去王教授那里竞标选拔的日子，绝不能迟到。哟，临城的诈骗犯还真敢来啊！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今天就等着在全京都同行面前丢人现眼吧！我的功夫再差，也比某些只会爬床的寄生虫强。现在开始选拔，第一位旭阳建筑代表傅逸云。各位，这是我耗时3年完成的星辰，完美融合了现代与古典。那是我的星辰原稿。傅逸云，你居然偷了我的方案原稿！楚小姐，你血口喷人！大家看看，这是旭阳建筑的备案文件。王教授，我这个方案您是看过的，还是您让我来参加评选的？楚乔乔，我是看过你发给我的邮件，但是这个备案，你还有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这个方案是你的？对啊，没有证据，你就是盗取方案的贼。要证据是吧？好啊，我成全你。既然你说这是你耗时3年画的，那你解释一下 C 区承重墙的应力参数为什么是负数？这是为了艺术感。放屁！按照这个参数施工，这栋楼盖到第3层就会直接坍塌。这是一张废稿，是我故意放在临城公司电脑里没带走的废稿。傅逸云，连我故意留的结构陷阱都看不出来。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！天才，这才是真正的天才设计。傅逸云，你这个建筑界的败类，滚出去！谁敢让他滚？黄总，你终于来了！王老，我代表旭阳建筑正式通知你，这次助理的位置必须是傅逸云的。如果你敢用这个女人
旭阳建筑立刻撤资10个亿，你的国家级项目就等着无限期停工吧！你们这是在践踏艺术！艺术算个屁！老子有钱，老子就是规矩。乔乔，立刻给付小姐低头认错！我让你在京都混不下去！旭阳建筑，我二哥养的一条狗也敢在我老婆面前狂吠。陈哥，要不要兄弟们上去把那个姓黄的另一只手也废了？不用，既然他们喜欢用资本压人，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资本。想让我道歉？做梦！王教授，抱歉，这个助理我不当了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保安，把门锁上。今天他不道歉，谁也别想出去。你谁呀？敢闯旭阳建筑的场子？王教授，鄙人乔宋，代表璀璨集团总部。璀璨集团即日起向您的项目无条件注资30个亿，唯一的要求，首席设计师必须是楚乔乔小姐。璀璨集团，乔特助，这一定是误会。误会？旭阳建筑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谈撤资？乔宋到底是什么人？还有璀璨集团，为什么总也逃不开他们？乔特助，请等一下。楚小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太巧了，我在临城遇到绝境，你出现；我刚到京都又遇到绝境，你又出现了。你们大股东到底是谁？楚小姐，您误会了，大股东在临城的资产确实被清盘了，但他背靠的璀璨集团总部就在京都。这次是集团拓展新业务，刚好王教授的项目符合我们的战略规划。真的只是巧合？楚小姐，而且您才华横溢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祝您在京都大展宏图，我先告辞了。博晨，我不仅成了助理，还是首席设计师。我们在京都终于有立足之地了。我就知道，我老婆是最棒的。不过，今天又发生了件怪事，又是璀璨集团救了我。博晨，你这当保安的，不会刚好就在璀璨集团上班吧？老婆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我连璀璨集团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，我就是在个破小区的地下室看车管监控的。看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我亲爱的三弟，躲在贫民窟当保安。三弟，博晨，他叫你什么？你弄脏我老婆的饭桌了。哼，老太爷把你赶出家门，冻结你所有资产，是想让你好好反省。没想到你不仅跑去临城修电瓶车，还娶了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女人。博晨，你到底是谁？什么老太爷？什么三弟？怎么，弟妹，你老公还没告诉你吗？他可是我们京圈第一财阀沈家最正统的继承人啊！可惜，现在是个被逐出家门的丧家之犬。沈博晨，你一直在骗我。乔乔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。解释？你拿什么解释？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操控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乔乔，你听我解释，我……好了，我今天可不是来看你演戏的，我要把你像狗一样拖回沈家交差。至于这个女人，沈博文，你想死，我成全你！谁敢动陈哥一根头发？沈博文，你以为我离开沈家就真成废人了？陈哥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今晚就把这小子沉了京都河！疯子，你个疯子，你动了我，老太爷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回去告诉老家伙，临城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。滚！
乔乔，你听我解释。林城首富梦碎，你陪我在街头吃苦，被车展收回保时捷，你拿零钱给我买豆浆。我以为我们在绝境中相依为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沈三少体验生活的游戏。不是游戏，乔乔，我离开沈家是真的，我爱你也是真的。我隐瞒身份是因为沈家内部就是个吃人的绞肉机，我不想把你转进来。不想把我卷进来，那我问你，在临城是不是你暗中操控千亿资金给我注资？是。是不是你让王教授邀请我来京都参加评选？是。让我做星辰项目总设计师也是你的安排了。是。但是乔乔，我沈伯辰，我以为我是靠自己的才华站起来的，结果到头来，我还是你这棵参天大树底下一朵靠你施舍才活下来的野花。不，乔乔，你的才华无人能及。够了，你可以骗我，但我不需要你像施舍宠物一样施舍我。30亿的项目，我会凭本事做完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分开冷静一下。乔乔啊，你可是30亿项目的首席设计师，怎么搬到这公器板房来住了？条件太艰苦了。王老，只有站在钢筋水泥里，才能盖出最坚固的楼。我不怕吃苦。沈伯辰，我会让你看到，离开你的保护伞，我依然是女王。沈总，夫人已经在工地住了1周了，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拼了命的盯项目。我们要不要暗中关照一下？不，撤掉所有暗中帮他的资金和人手。可是，他是一只鹰，不是金丝雀。他需要的是势均力敌的战场，我就给他一个干干净净的战场。只要没有外力干预，我相信他能赢。楚总工，出大事了！我们订的那批最核心的高强度承重钢材，供应商突然毁约断供了。如果不立刻解决，整个 C 区地基今天就得停工，损失每天按100万算。断供？我们签了合同，谁敢在这个时候违约？沈二少，事情办妥了，楚乔乔的钢材已经被我们全部高价截胡，您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供应商不给钢材，好，带我去临时仓库。楚总，仓库里只有一批准备废弃的普通钢材，根本达不到 C 区的承重标准啊！用了会塌的。谁说普通钢材不能做高强度承重？启用星辰备用方案，采用蜂窝力学交叉法绑扎普通钢材。我要让那些想看我笑话的人知道，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我的天，这种力学结构我干了20年都没见过。用普通钢材，硬生生把承重上限提高了3倍。加快进度，今天日落前必须把 C 区地基打完。听楚总工的。二少，不好了，楚乔乔没有停工，还用一种闻所未闻的技术，把废钢材用出了顶级钢材的效果，项目进度反而提前了。什么？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既然断供搞不死她，那就给她来点硬的，买通几个工人，今晚去工地上放火，烧了她的图纸和备用材料，我要让她永不翻身。二少只说放火，没说不能碰女人吧？这妞长得真带劲。烧死我！做梦！
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我说了，不需要你们沈总派人保护我，回去告诉他，我楚乔乔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蜂窝力学结构，它不仅有骨气，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。沈总，旭阳建筑连续下黑手，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？不，这次的项目是他的心血，我要让他亲手把旭阳建筑踩死，把那2个放火歹徒的口供直接打包发给乔乔。听说楚总工的项目用了不合规的劣质钢材，这种豆腐渣工程，你们可得好好曝光啊！沈二少，你今天来是准备赔钱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恶意买通建材断供，试图破坏国家级项目，这是断供商的认罪书和资金往来流水。还有，你雇人去工地放火谋杀的完整录音和口供。沈二少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诽谤，这是伪造的。是不是伪造的？你留着跟稽查办和警察解释吧。因为你涉嫌破坏国家重点工程，相关部门已经全面介入，旭阳建筑的资质将被吊销。你沈博文不仅要面临巨额罚款，还要进去踩缝纫机。沈博文，你涉嫌贿赂、蓄意破坏公共财物等多项罪名，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不，我是沈家二少爷，你们不能抓我！你个疯子，你动了我，老太爷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沈伯辰，看到了吗？不需要你的施舍，我也能做到。太美了！这就是那个凭一己之力搞垮旭阳建筑的天才总工楚乔乔，太美了！各位，让我们欢迎璀璨集团全球部董事长沈伯辰先生。楚总工，这一战你赢得漂亮。现在你愿意重新认识一下你的丈夫吗？沈少什么身份？他一个跑工地的设计师有什么资格？就是，沈少可是沈老爷子选中的沈家未来的继承人。那可不一定，老太爷几个月前都把他赶出家门了。老三，老爷子早给你安排好了娶京城赵家的千金，你倒好，居然看上了个不入流的穷设计师。我沈伯辰不是你们勾结权贵的工具。难怪你放着千亿家产不要，原来是被这个狐狸精给迷住了。嘴巴放干净点，再敢胡说我就不客气了。大家看看，沈家的三少爷为了这个女人，还要对他的亲嫂子动手。伯辰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三弟想要娶这个女人，我想劝他，他为了这个贱女人，居然要动手打我。你要娶这个女人，你可知道这不是你该走的路？我的路该我自己走。三弟，爷爷这是为你好，这种来历不明的平民女人，只会弄脏了我们沈家的血统。你的路只能是我给你的。今天你只有2条路，一是把她赶出去，你与赵家结亲；二是收回你在沈家所有的股份，净身离开沈家。只要你回心转意，沈家的大权早晚是你的。沈家的大权我不稀罕。逆子，没了沈家的庇护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乔乔，对不起，之前确实是我骗了你，但现在我没钱没权，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。
这样的沈伯辰，你还要吗？傻子，你这个大傻子，我要，我只要你。遥远两端，爱挂在天空飞，风停了也无所谓，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。沈伯辰，我要你们彻底消失！老婆，快尝尝，我今天这火候绝对是米其林级别的。乔乔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！伯辰，你要当爸爸了。我要当爸爸了，乔乔，谢谢你。乔乔，就在这座海神崖教堂，我要补给你一场独一无二的婚礼。白玉，那个贱人居然还了沈家的种！大少奶奶，老太爷最近天天念叨血脉单薄，要是知道三少爷有了后，肯定会去接他们回来的。绝对不行！沈家的千亿家产绝不能落到他的手中。沈伯辰。你们，伯辰，你在这种破地方办婚礼，简直把沈家的脸丢尽了。老太爷发话了，只要你现在跟我回去接管沈家大权，过去的事儿既往不咎。代价就是抛弃这个平民女人，我会给她一笔10辈子花不完的钱。沈家的血脉绝不能从这种女人的肚子里生出来。妈，您别逼三弟了，三弟可是情种，为了这个女人连千亿家产都不要了，怎么可能听您的呢？我的妻子只有楚乔乔一个，至于千亿家产，沈家有的是人想要。大柱，送客。乔乔，别怕，今天谁也不能阻止你成为我的妻子。3、2、1。乔乔！沈伯辰，这些年我吃尽了苦头，直到遇见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救赎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只为你穿婚纱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孩子没事，乔乔，你别乱动。这是哪儿？我们不是在海神崖吗？你落海后深度昏迷，当地的医院根本救不活你。对不起，乔乔，为了调动沈家最顶级的医疗团队保住你和孩子，我妥协了。我们现在在京城沈家老宅。沈家？那个逼我离开你的沈家？不行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你哪里也不能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囚禁我？我是沈家未来的掌权人，你在生下沈家血脉之前，必须待在这里，外面很危险。放我出去！林城烂人，10年前逼死我爸妈的幕后黑手，原来沈伯辰
你才是我的杀父仇人！林城100亿烂尾案，沈伯辰，你告诉我，我父母是不是你逼死的？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，是我干的。你怎么能这么平静地说出这种话？商场如战场，你父母自己蠢，怪得了谁？楚乔乔，收起你那些可笑的眼泪，你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给我生下沈家的继承人。弟妹，伯辰这孩子从小就冷血无情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你父母的事，我当年也劝过他，可他根本不听。你是谁？我是伯辰的大哥沈博亚。就是因为你这个扫把星，伯辰才和家里闹翻，还妄想母凭子贵攀上我们沈家。怎么想打人？你就是个生育机器，生完孩子，你连给沈家当佣人的资格都没有。你再逼我，我就让你们沈家断子绝孙！楚乔乔，你敢伤我的孩子试试？伯辰，看好你的女人。沈伯辰，我发誓，沈家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好好在这儿待着。说。三少，赵夫人逃走了。封锁出城的所有道路，备撤。你想逃去哪儿？逃离你这个杀人犯！沈伯辰，你放过我吧，我求求你！我说过，生下孩子之前，你就算是死，也得死在沈家。孩子，你这种没有心的魔鬼根本不配做父亲，我还给你！老公，楚乔乔今天被老三彻底伤透了心。老三揽下黑锅，还自以为保护她，却不知这样只会让那个女人恨他入骨。除掉楚乔乔肚子里的沈家骨血，沈家家主就只能是你。想办法把她弄出去，制造一场意外。是老太太的佛珠，她全听到了。她知道了你的身世，会去通报老太爷。绝不能让她去告密。一不做，二不休。都给我滚开！三少吩咐过，我是他亲妈，滚！你还想怎么样？乔乔，沈家要大祸临头了！你发什么疯？沈博亚要杀你和孩子，爆炸案和林城烂尾楼都是他干的。伯辰把你关起来，是为了防止大房灭你的口啊！可为什么这么干？他不是沈家骨肉，保险柜里有证据，只有保住你和孩子，才能保住伯辰。您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乔乔，你不要怪伯辰，他把你关在这儿是怕你出事。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伯辰，让他当面给你赔罪。好，我不需要他的赔罪。沈家欠我的血债，我要亲自去讨。二爷，您就放心吧，只要除掉楚乔乔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沈家肯定是我们的。沈总，都按您的吩咐安排好了，只要少奶奶楚乔乔开上车，不出3公里，绝对是个毫无破绽的意外。好，楚乔乔，送行的车给你准备好了。沈总，回来的时候看到老夫人进了楚乔乔别墅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。那就怪不得我了。老夫人，不好，刹车被人动了手脚，完全踩不下去了。什么？前面是个急转弯，是悬崖！
他们怎么样？说话。沈先生，老夫人内脏破裂，送来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至于少夫人，虽然保住了一命，但是怎么会说？她腹中的胎儿没能保住，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三弟，怎么会这样？妈怎么会突然出车祸啊？太惨了，连妈生前最期盼的沈家重孙也没保住。三弟，你可要节哀呀！乔乔，对不起，我没保护好你们。大哥、大嫂，谢谢你们来看我。弟妹，你身子虚，好好养着。沈伯辰，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生下沈家的继承人吗？我现在的确一无所有了，但是不管你是不是真爱我，我都要嫁入你们沈家。我要让整个京圈都知道，我楚乔乔是名正言顺的沈家三太太。沈博雅、齐云苏、沈家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感谢各位媒体，老夫人突遭车祸不幸离世，连带着那个无辜的孩子也没保住，沈家深感痛心。请问秦女士，外界传闻楚乔乔流产后已经被沈三少彻底抛弃，即将被赶出沈家，这是真的吗？楚小姐福薄，命里担不起我们沈家的孤血。今天这场发布会就是要向全京圈宣布，沈家将正式剥夺她。是三少，楚乔乔怎么也来了？大哥，让开，别逼我让你难堪。楚乔乔，你个连孩子都保不住的废物，来这里丢什么人？大嫂，管好你的嘴！都给我听清楚了，从今天起，我楚乔乔正式接管沈家内宅一切事务，谁敢造次，就是跟我名正言顺的沈家三太太作对。我太太的意思，就是我沈伯辰的意思。三弟弟妹，好大的威风啊！就是不知道这沈家是不是真由你们说了算。楚乔乔，你得意的太早了，那条要你命的疯狗出笼了。楚乔乔，你个扫把星，给我滚出来！是你害死了我妈，我要让你给我妈偿命！二哥，你刚出狱就发什么疯？妈的死是意外。放屁！大哥大嫂全告诉我了，是他怀着孕非要拉着妈出去，才害得妈被车撞死。老三，你为了一个女人，连亲妈的仇都不报，你还是人吗？给我上！今天就算把沈家拆了，我也要废了这个女人！敢动她，今天就废了你！你打死我！打死我！好啊，我还没死，我们兄弟俩就开始手足相残了。你妈刚走，尸骨未寒，你就敢当着媒体的面把这个丧门星招进门，惹得兄弟反目，刀剑相向。沈家留不得这种妖孽！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的腿打断，给我扔出沈家大门！太爷，我的命是您给的，总裁的位子我还给你，但她是我唯一的妻子，谁敢动她一下，我今天就杀出沈家！哼，好，有骨气。既然你要护着这个妖孽，那就替他受过。沈家家法80藤鞭。不要！闭上眼睛，别看。太爷，
您说我是沈家的毒瘤，我不认。你敢跟我顶嘴？给我7天时间，7天内我会向您证明，害死婆婆、挑拨离间、想要吞并沈家的真正毒瘤到底是谁。如果我找不出证据，不用您动手，我楚乔乔自己从沈家大楼跳下去。7天，楚乔乔，你活不过今晚。一点皮外伤，不疼，别哭。大傻子，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临城烂尾楼的认罪书是不是大哥逼你签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是婆婆车祸临终前亲口告诉我的。她还告诉我，沈博亚根本不是沈家的亲生骨肉，他是个被人调包的假少爷。这一切的杀局都是大房为了掩盖身世，图谋牵引家产干的。只要我揽下一切，只要我假装冷酷把你关起来，大房就不会对你动杀心。是我害了妈，是我让你受了这么多。国臣，我们不互相折磨了。从今天起，不管是刀山火海，还是老太爷的家法，我们夫妻俩把沈家这天彻底捅破。三爷，少夫人查到了，撞死老夫人的那个土方车司机死前，他的海外隐秘账户突然多出了一笔500万的巨额转账，让沈博亚现在就去老太爷面前揭穿他。没用的。老太爷最看重沈家的脸面，仅凭一张流水，沈博亚完全可以找个财务顶罪反咬一口。那少夫人，我们7天对赌的时间可不多了。打蛇打7寸，我们只需要一样东西：沈博亚的 DNA。我还有一把最锋利的刀，正等着我们去接。沈博文，打几个拿钱办事的废物算什么本事？真想替你妈报仇，滚下来跟我谈。楚乔乔，你居然还敢单独来找我！你真以为有老三护着，我今天就不敢杀你？你杀了我，你这辈子都只能认贼作凶，当一个替杀母仇人卖命的蠢货。撞死你妈的土方车司机，死前收了500万的安家费，打款的海外账户是你最敬爱的大哥沈博亚的。拿这种几百块钱就能伪造的废纸来骗我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大哥从小护着我，他怎么可能杀亲吗？因为婆婆查出了一个能让他万劫不复的秘密，沈博亚根本不是你们沈家的主，你妈要揭穿他，他就只能痛下杀手。你放屁！刀在这儿，沈博文，不跟你废话，你去拿沈博亚的血去做你们沈家最权威的 DNA 比对。如果我撒谎，我亲自给你妈陪葬；但如果证明他就是业主，绝不放过他。大少爷，二少和楚乔乔见面了。太爷，7天期限已到，楚乔乔不仅没找出所谓的真凶，还到处散播谣言，这简直是在踩我们沈家的脸。请太爷立刻动用家法，把他赶出去。谁说我没找出真凶？海神崖婚礼教堂的 C4 炸弹来源，以及你指使打手在建筑工地放火，导致二弟沈博文替你背锅入狱的完整口供。太爷，这女人疯了。我疯了？那再看看第二个，撞死婆婆的土方车司机，死前他的海外账户收到500万巨款，而打款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就是你，沈博亚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太爷，我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我怎么可能杀我亲妈？这是故意栽赃陷害。是啊，太爷，博亚绝不会做这种事。更何况，楚乔乔和3弟私自教堂举办婚礼的时候，博亚还在国外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有些事确实不是沈博亚亲自干的，但是幕后的操控者就是他，沈博亚。你还不承认？我还有一份证据，是关于你沈博亚的出身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精彩。不过今天这出戏该大结局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沈啸天，你这个被逐出家族的逆子，谁准你回来的？老爷子，我今天回来是来宣布一件事：从今天起，沈家最高掌权人的位置由博亚正式接任。沈博亚他是个杀人犯，沈家议事哪有你个外姓女人插嘴的份儿？沈家的事你还做不了主，来人把他赶出去！
你们，老东西，时代变了，睁大你的老眼看清楚，我现在手里握着沈氏集团51%的绝对控股权，这个家现在我说了算。太爷，您老了，以后沈家的这些事儿，我先替您管。你们一起。太爷！更叔，太爷这辈子要强，等会儿他醒了，喂他喝2口。沈家那么多子孙，为了抢股份，全跑去二爷那边巴结了。没想到，最后守在这里的，竟然只有少夫人您。哎呦，三弟妹还在这儿熬鸡汤呢，人都快咽气了，你演这份孝心给谁看？老太爷连个遗嘱都没立，你守在这儿也分不到1毛钱。这里是医院，滚出去！医生，老爷子脑溢血加上心力衰竭，这口气吊着也是受罪，还不如让他早点解脱。动老太爷一下试试！贱人，你找死！老三，你敢打大嫂？带着你的女人滚！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让你们俩今天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爷爷，您别说话，留着力气，我去找最好的医生，一定能治好您。来不及了，薄尘，你生性刚烈，切记要忍耐。瞧瞧沈家这烂摊子，还有这个不省心的混小子，今天就全交托给你了。太爷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好，薄尘，你先出去，我有几句话单独跟乔乔说。枕头下面，这是沈家海外暗网财团的最高权限，沈家除了我没人知道。现在你就是唯一掌舵人。三爷，这责任太大了。拿着，沈家靠你了。三爷，太爷快不行了，这句憋了10年的话，我今天必须说出来。当年太爷把您赶出沈家，根本不是因为他厌恶您，反而最看重的就是您。他是故意逼你离开沈家这个吃人的漩涡，让您去底层磨练出一身铁骨，将来能够回来接手沈家，撑起沈家这份家业呀。老太爷早就知道大房和二爷的势力已经架空了沈家，如果老太爷不狠心打你，把你们赶出沈家，你们在沈家根本活不到今天。你是遥遥的路，深夜的月亮，是爱的吗？走在你的。今天是我正式接任沈氏集团掌权人的日子，以后沈家就全仰仗各位。保安呢？谁把这2个被老太爷赶出家门的丧家犬放进来的？楚乔乔，你们早就不是沈家人了，有什么资格踏进这个会场？给我滚出去！谁敢碰我老婆一下，废他全家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老太爷临终前亲笔签下的遗嘱。他老人家不仅承认了我们的身份，更指明由我楚乔乔全权担任沈氏家族最高主理人。假的，这绝对是你伪造的！老太爷昏迷那么多天，怎么可能立遗嘱？就是你一个外姓女人，为了争家产，连伪造遗嘱的犯法勾当都干得出来，报警抓他！谁敢说遗嘱是假的？我亲自在场作证。不仅如此，京城最高公证处的8位大律师全都在场，少夫人的身份和主理人地位合理合法，铁证如山。好啊，好一个老狐狸，死了还要反咬一口。但那又怎样？遗嘱只能证明你有资格，
可现在沈家超过1半的高层和股东都站我这边，我手里握着国内大半的股份，你拿一张破纸，凭什么接盘？没错，公司讲的是股权，没股份，你这主理人就是个空壳子。空壳子，沈啸天，你真以为老太爷这10年什么都没做吗？我已经将其重组，更名为星辰资本。昨晚12点前，星辰资本已经全面完成了对沈氏集团所有海外企业的全资收购。现在的沈氏，海外命脉全在我手里，你们手里的那点股份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乔乔，你别太狂了！博雅名下的沈氏重工、沈氏地产市值上千亿，就凭你在国内的根基，休想吞掉我们！大不了鱼死网破，看谁耗得过谁。鱼一定会死，但网绝对不会破。华尔街操盘组听令，全面抛出沈博亚和沈二爷名下所有企业的空单，15000亿现金池给我砸，不计成本。二爷，我们在国内的7家上市分公司全部电梯锁死，银行抽贷了，供货商全部断供，我们的资金链断了，彻底破产了。没了，几千亿，10分钟就没了。博晨，我是你亲二叔啊，你快让你老婆停手吧，再砸下去，二叔就得去跳楼了。你派人劫杀我和乔乔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是我二叔？现在是我老婆楚董说了算。楚董，放过我们吧！你再不停手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博洋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这可都是你的主意啊！二爷，您可不能冤枉人啊！再说，你早就不是我们沈家的人了。国晨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！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沈家的基业就这样给毁了吧？现在想起来是一家人，是想着，即便是公司倒了，还能瓜分沈家的资产吗？我认输，我交出股份。好，从现在起，剥夺沈博亚在沈氏集团的一切权利和分红。老公，我这样处理合适吗？合适，我永远都支持你。我正式宣布，星辰资本已全面重组沈氏集团，从今天起，沈氏由我楚乔乔全权接管。大家快看啊，这就是个克死父母、倾家家产的人，他自己当了千亿总裁，却眼睁睁看着我们这亲戚连饭都吃不上。当年他爸妈破产，卷走剩下的钱走了，我得了绝症，向他借救命钱，他居然开着豪车撞我！这种背信弃义、六亲不认的人，你们敢把千亿财团交给他？楚乔乔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想的。大伯，你是不是觉得当年我爸妈跳楼是因为经营不善？你以为当年你们没拿到的楚家老宅拆迁赔偿款是我卷走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个白眼狼！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当年那个坑光楚家所有资产的100亿大厦项目幕后操控的人是谁？当年卷走拆迁款、买凶逼死我父母的真凶又是谁？沈博亚，竟然是你设的局，是你黑了我们一辈子的血汗钱！你胡说什么？这文件是伪造的！沈博亚，你还我弟弟的命，还我们的拆迁款！我打你这个诈骗犯！沈博亚，你害得我们楚家家破人亡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楚乔乔，你以为这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能扳倒我？我最多赔钱！我是沈家名正言顺的大少爷，就算我退出公司，我照样拥有沈家千亿资产的继承权，我早晚让你们滚出去！沈博亚，如果我能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沈家人，你说什么？他怎么会知道那件事明明全抹干净了？博亚，万一楚乔乔手里真的有你不是沈家骨肉的证据，我们就彻底完了，还会因为商业诈骗去坐牢啊！既然你非要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楚乔乔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种？明知道今晚是死局，还真敢连个保镖都不带，单枪匹马的来见我。我看该害怕的人是你吧？这份能证明你根本不是沈家骨肉的 DNA 鉴定报告，说不定明天就会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上。闭嘴！就凭你手里那几张破纸也想拿捏我？把东西交出来，我或许可以大发慈悲，留你一具全尸。沈博雅，你真可悲，你穿的再像个人样，骨子里依然是那个害怕被丢回孤儿院的野种。文件就在我手里，
想要可以，但必须用真相来换。跟我谈条件？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你现在就像案板上的肉，你拿什么跟我换？就拿你心底最深的恐惧，你不敢强抢，因为你怕这份报告还有备份，你怕你哪怕杀了我，你的野种身份依然会公之于众。回答我3个问题，只要你亲口承认这份报告的原件和备用云端密码，我全部给你。好，老子今天就成全你，动手，给我绑了！楚乔乔，你果然是个蠢货，真以为知道真相就能翻盘？你想听什么是吧？5年前的100亿大厦诈骗案，是不是你设的局？没错，是我。当年100亿大厦项目本来就是个骗局，怪就怪你爸妈太天真，居然还想将真相公之于众。那2个老东西跳楼的时候，不知道会不会想到送你们一家团聚的会是同一笔。当年是我拿妈的命要挟他，逼他签下那份认罪书，把这口黑锅严严实实的扣在了你老公沈伯辰头上。你简直是个混蛋！那海神崖教堂爆炸呢，也是你干的。对，也是我让人埋的。凭什么沈伯辰那个废物一出生就能拥有1000亿继承权，而我就要每天提心吊胆，生怕别人发现我只是个被抱错的野种？就是这对狗男女炸得粉身碎骨，可惜老天瞎了眼，居然让你们逃过一劫。车祸！我肚子里的未出世的孩子，还有抚养了你整整25年，甚至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儿子的沈夫人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亲生儿子！别恶心我了！本来没打算杀你，但是偷听到了我联合沈家二爷夺权的绝密计划，居然还想带你逃跑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沈博雅，我杀了你！蠢货！既然你全听见了，我就大发慈悲送你去和老太婆团聚。好，说的太好了！死到临头，你笑什么？沈博雅，我笑你蠢。感谢你这番声情并茂的坦白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谁在那装神弄鬼？你的报呢？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好盟友秦云苏已经作为污点证人，把你所有的阴阳账本和雇凶转账记录全部交给了警方。沈博亚，全网亿万双眼睛正看着你这个连亲生母亲都不放过的杂碎，怎么身败名裂？秦云苏那个贱人，沈伯辰，你们敢阴我？这个仓库早就被我埋满了烈性 C4炸药，既然我活不了，那就跟你们这对狗男女同归于尽吧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报？给我报啊！在找你的底牌，抱歉，看你表演太无聊，顺手替你全拆了。别杀我，伯辰，我是你大哥啊！一起下地狱吧！小心点伯辰，我错了，饶了我，我把沈氏的股份全给你，我给你当狗。我的血很贵，别拿你的脏手套。你该求的人不是我。老二，博文，哥平常待你不薄啊！你小时候发烧，是哥背着你去医院的，咱们是亲兄弟啊！亲兄弟？
你让人在妈的车上动手脚的时候，想过我们是亲兄弟吗？啊！警察，全部不许动，抱头趴下！一切都结束了吗？不，属于我们的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太太，这是沈董吩咐从临城旧别墅搬来的。沈董说，里面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，密码只有您知道。我怎么会知道他的密码？这不是裴承奇当年资助我的单居吗？为什么会在博辰这里？7年，原来那个一直保护我、资助我的人根本不是裴承奇，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大骗子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到底还要我欠你多少？当年我自身难保，怕仇家盯上你，只要你平安，谁做那个英雄都无所谓。乔乔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叫医生！他到底怎么了？要是治不好，我把你这医院拆了！沈董息怒，沈董大喜啊！太太不是生病，是怀孕了，已经6周了，各项指标非常健康。怀孕？我要当爸爸了！傻瓜，你哭什么？我究竟错过了什么？乔乔，那是我的乔乔啊！没人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，别再让我看见你！我曾身处深渊，是你给了我仰望星空的权利。你走后，我在那条臭水沟里没日没夜的捞了3天3夜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就算弄丢千亿帝国，也绝不能弄丢你。